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P。GPT 5.6发布以后，我们进行了一些测试，然后发现有一些注意的事项可以有效的增加订阅的耐用性，所以录一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首先是一个免责声明，这期视频的主要内容是我个人经验的一个分享，仅供各位参考，一切以官方公告或者文档为主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第一个你需要注意的点是谨慎的选择双倍上下文窗口。什么是双倍上下文窗口呢？就是 272K 之后，官方的收费可能是双倍，这里其实不是双倍，在我标出的两个位置，1号位是双倍，就是直接 double 翻倍，但是在输出的部分它其实是 1.5 倍。但是我为什么写双倍呢？因为在272以后，你的缓存读取的内容也会随着增长，所以我想简单的把它归结为一个双倍。好，这是第一个点。然后说完了 272K 之后，大家可能觉得 272K 经常听说，但是在实际项目中很少看到272这个数字，对吧？所以这时候需要看两个数字，分别是272和258。说到258，大家好像就很熟悉，对吧？我们的对话中经常出现258，258是远程压缩开始的一个标记。那么272和258是什么关系呢？272是出现在官方文档中的翻倍上下文的分界线，258大概是272的95%，是我们在 Codex 中可以使用的有效上下文。一般到258这个位置，也就是95%的时候，就会自动进行本地压缩或者远程压缩，是这样。那么在 GPT 5.6刚发布的时候，官方把上下文推到了372，那么它的有效窗口大概是353。好，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什么是双倍上下文窗口，然后什么是理论上下文窗口，什么是有效上下文窗口。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题。我们假设我们用满了353和258两个上下文窗口，并触发了远程压缩，然后在353和258大概差了 100K， 其实不到，我们就按照 100K 来算的有效上下文窗口，也就是说你只能多用 100K， 那你大概占比是 35%。那你为了这多出的 35% 上下文，你需要付出的是接近 70% 的价格。这里还是按照双倍来计算，我忽略了输出的 1.5 倍的价差，用缓存输入的那个增长来抵消掉了，这里说明一下。那么如果换成价格来说，假设你请求 258K 的上下文，成本是100，那么到了353的时候，它的成本可能去掉了100%，去到了170%，那么就是170。那你花了多出的70，换来的只是35%的窗口。好，说完了，我们继续。然后在模型和思考强度上，在你看到视频的今天，我们推荐的模型和思考强度是什么呢？答案很简单 ，GPT 5.6 Soul 加 High 思考模式，因为这是在我们整个测试下来最无脑、最有性价比的一个方式。然后在很早以前，就是刚发布的时候，我们会推荐复杂一点的上 High 或者 X High，然后正常的工作上 Medium。但是现在因为官方对思考的某些事项进行了调整，而且我们觉得在目前为止，确实直接上 High 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。所以现在我们也不再推荐 Medium 这个思考强度。然后有一个点 Superpowers，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，在 5.5 的时候我们都会用 Superpowers， 但是到了 5.6 的时代，就很简单的一个建议，关闭掉 Superpowers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不关闭，你会觉得模型好像没有那么好用，但是你关闭了以后，很多用户包括我在内都发现操作非常的丝滑，体验非常的好。所以目前来说 5.5 时代标配的 Superpowers 在 5.6 已经不再需要。我个人理解这是一种模型进步带来的便利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Ultra 和 Fast。Ultra 呢和 Fast
在我看来，对于一般用户建议直接关闭，没有任何的想法。当然，如果你的任务非常非常的复杂，你需要去使用，那是你应该付出的成本。但从节约 token 的角度来说，那么就是直接关闭掉。什么时候推荐使用呢？你的 token 在有效期内用不完，那么你就可以考虑优先开 fast 来提高工作效率，然后复杂的任务可以上 ultra。但这里不是说让大家复杂的任务不用 ultra，而是说一般的任务用 high 就已经足够了，是这样。然后接下来想跟大家讨论的是子代理的策略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5.6 SOL 的时候，他非常喜欢或者非常容易的主动的去开子代理？反正我是遇到了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的做法非常简单，在 agents.md 里进行了显性的限制，限制它在用户没有主动要求的情况下，不要去使用子代理。当然，你可以把你同意它使用子代理的策略放进你的 agents.md，同样是进行显性的限制。OK，第7点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 agents.md 需要进行瘦身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5.5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复制各种各样的 agents.md 的内容，觉得好的就复制过来，感觉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用。但是5.6感觉智力或者处理程度上比5.5有所进步，那么 agents.md 如果不进行合理的控制和处理，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模型会思考的特别多。所以我推荐对 agents.md 进行瘦身。首先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再无脑的复制，真的不要再无脑的去进行复制。你做的正确的流程是，首先复制，复制完了以后，对 agents.md 的内容要进行一遍通读，通读以后确认这是你需要的，你再保留。如果不是你需要的，或者你觉得他说的不够好的，你就进行修改。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中，你发现他的工作没有按照你预期的进行，那你就要去看一下。当然，这种一般都是前期的第一次的工作，只要稳定下来，那么就不需要动了。所以就建议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方面。好的，最后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。首先，上下文窗口建议控制在272以内。官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把上下文窗口进行了回调。回调了以后，大家的体感可用 token 确实变多了。如果未来官方又把上下文窗口进行了增加，但是没有对价格进行修改的话，还是建议大家尽量控制在272以内。272可以带来更好的注意度和更好的完成度。所以说长上下文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然后默认的模型和思考强度就是5.6 SOL 加 High， 然后建议大家关闭 Superpowers。Ultra 和 Fast 针对 token 过剩的场景，然后是对子代理进行显性的限制。最后建议大家通读一下自己的 agents.md， 对它进行合理的瘦身和控制。OK，这就是这期关于 GPT 5.6一些使用心得的分享，希望这些心得能够帮助到大家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帮忙点赞和转发。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，欢迎留言。我是 DP，谢谢。